赵匡胤，字元朗，正是在下。郭荣，字俊贵。郭太尉家的千里马，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小司空不胜酒力吗？没看见在喝吗？司空就是司空，喝起酒来也是1分3品以上的技巧啊！什么司空不司空？小弟钱红处，字虎子。哎呀，有你在身边，夜间急切的时候，怕是都不用出门了。去你的！大郎，大郎，这儿呢。哪儿来的？太尉赏你的，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。滚！不白喝你的，一起吃。好，就不客气了。突然想起来，今天是小岁之夜。10年前的小岁，父王问我：“此生何所愿？”我那时好玩，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：“我要出海，我想去看看《山海经》里的鲲鹏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”天下的阿弟都一个样，心里明明开心的紧，嘴里却恨不得把你给剁了。我10岁那年，也是小岁，阿爹问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，我说：万军之中，临敌能陷阵，成未获之功，于愿足矣。当夜便是一顿好打。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问你话呢？没有。真无趣。早知你如此扭捏不爽利，当日便不救你了。生在这个世道里，想要什么，似乎都不对。我记得去年的小岁，我正好在晋阳。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，而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，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。小岁当问来年夜，父亲平素简约，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却始终不得拜节朕。父亲心中可有所憾。郭太尉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高绝后路，无足论。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于愿足矣。”好美啊！推诚保德安邦，治理中正功臣，左右金吾卫上将军，镇军大将军，天下兵马都元帅，领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尚书令，兼杭州、岳州大都督，上柱国、太尉，吴越国王，臣钱弘处参见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前王平身。谢陛下。
赐前王座。诺。谢陛下。今世一别10年了。陛下请简了。10年前，九郎犹如义气少年，如今坐断东南，颇有些孙仲谋的模样。沐猴而冠罢了。臣是个懒散人，许多事其实做不来，奈何心前啊！南唐使臣想觐见请和，前王认为如何？兵者，凶器也。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南唐33军州，吴越100万军民，皆陛下赤子。九郎如今也学会说官话了。臣说的是实情啊。哦，朕今天就看在你前王的面子上，见他一见。陛下有诏，宣南唐使臣觐见。下国罪臣叩见上国天子。朕读春秋，未尝闻有上下之国也。罪臣万死。罪臣待我主启陛下，息雷霆之怒，休割止战，以全民生。我主愿以江南之玉帛，奉圣朝之望朔，岁修共事，以恕罪愆。怕不是有些晚了。臣闻唐尧有德，其人如天，痛百姓之离罪，有众生之不遂。虞舜有义，其术如泽，奉古木之父叟，养警觉之帝相。陛下圣德巍巍，宽怀荡荡，以仁义治天下，何在乎早晚？你是李从家？正是下臣。你的书读偏了，这不是私仇，这是公罪。朝廷并无穷仇问谏之嫌，而李家却有裂土分国之罪。这不是你几句不由衷的好话便能糊弄过去的。不要说朕不是3代圣君，即便今日是尧舜亲临，尔家也难免4兄之放。前王，你以为呢？去尊号，通商路，修共事。江南之地，陛下或可许他家1、2世恩荣。听明白了吗？罪臣听明白了。罪臣这便带着陛下诏谕回转江宁。我主聪睿，必不失陛下所望。元朗兄，夜色不早了，大王早些歇息吧。元朗兄，
有话但说无妨，小弟在此洗耳恭听。下官位卑言轻，不敢以下犯上。严朗兄是在怪我，白日间没有劝谏陛下平灭南唐，以全金瓯？大王可知，朝廷为了这一战，准备了多少年？大王可知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吗？大王乃是东南之主，天下兵马都元帅，国之重臣，一言可兴邦，一言可灭国。大王想留着南唐给吴越做屏障，由不得陛下不从。只是可惜了，萧逸哥这些年来栉风沐雨，励精图治，夙夜忧心。他把心血熬干了，才换来了今日这场宣赫大胜。没想到，大王今天几句话，便给南唐留下了33个州郡，10余万的兵马，给他们留下了裂土分国、割据一方的本钱。这些事，陛下不懂吗？这场仗打了1年多了吧？大军的粮草还有多少？各营将士，战没者几何？伤病者几何？离家一载，顾念妻儿者又有几何？元朗兄是做将军的，这些事儿，难道不知吗？朝廷大军乏粮，可吴越有粮；朝廷大军久战疲惫，可吴越有兵。南唐能不能灭，李家能不能降，得看吴越这位国主心里装的到底是天下苍生，还是东南小朝廷的一己之私。不干九郎的事，朕要减免河南各州县3年的钱粮，淮南新定也要减免3年的钱粮。也就是说，这3年之内，朝廷只能靠着贡书、商事以及关中、河北两地的税赋过日子。不是不想再打，实在是打不动了。仗要是再打上1年，灭国破都，或许不难。可是中原复兴之地，又要生出几10万的流民来，总要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啊。人活着，才能够继续耕田屯垦；人活着，才能继续缴纳税赋；人活着，才能够生儿育女，滋养人丁。朕为天子，既求山河之一统，也要顾及百姓之民生。这样的朝廷，才称得上是正数。吴越国中近些年行包税之制，记下些钱粮银券，金岁贡书，可以翻倍。朕收了。其实百姓或许艰难，豪门大族却是饿不死的。朕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包税之制在东南尚可，可是在中原，却是行不通的。中原州郡打了几10年，主权中立天下，无朝论体。你也来，他也来，其他人也来。任你是怎样的豪族世家，这些年过去，家底子也都掏空了，能留存血脉，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。快100年了，中原没有世家了。完事之后，朕要丈量全国田土，要接着削藩，接着采兵，要将3成的军屯田土发作袋子，授予百姓，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，去伺候土地，去蓄养牲畜，去种桑树，去种果树，去种菜蔬。3年之内，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。
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。指着“太平年景”4字，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。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，只是如此，朕还当不得。朕闻吴越国先武肃曾给王妃寄书，陌上花开，缓缓归矣。确有此事。国中夫子们都说，家翁虽读书少，可这句话着实说得雅致，不似我这鱼肠子般粗鄙市侩。望天下烽火平息，望世人安居乐业。陌上花开，缓缓归矣。九郎，要做的事太多了，要安梨树，要养生息，要治太平。九郎珍重，在陌上花开之时，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。臣钱弘处奉诏。